要是以收这个重残人员为主的一个护理院，然后我们这边有大概150个床位，可以收就是说重度的残疾人。具体的能够分解一下吗？肢体残疾，然后多重残疾都有。还有一部分精神类的一个精神障碍的一些残疾人士，就是有一些抑郁症的，但是他没有暴力倾向的这种类型的。上海有这么特的重残2个字的这个养护院好像比较少啊。对的。我刚才2楼看到一个，好像是应该说智力有残疾的吧？一个年纪都比较轻哎。是的，是的，就是因为家里没办法照顾了，然后他们是因为有一些是先天的，有一些是后天的，然后就是造成一个智力残疾，然后都是经过我们这边去上门评估，然后评估好了以后，觉得他们适合就是住在我们这边，没有暴力倾向，能就是集体生活能适应的，然后就都收住进来了。因为家里确实是没办法照顾，然后家里的其他就是像长辈啊什么的，有些是年纪大了，爷爷奶奶也照顾不了了，然后爸爸妈妈需要去上班，所以说这一批孩子就是没办法，就只能在我们这边来住养。阿姨都是当自己小孩一样给他们照顾。她实际上就是一个母亲了呀，对，是吧？我很想你朝夕相处，24小时跟着他们了。对的。那么除了这些，那么还有和年纪大的，我看70、80岁的，是吧？这些老人，这个也收的了。也收，就是说一些是有一些是肢体残疾，有半边不好动的，也有一些是下半肢都不能动，坐轮椅的这种，就是说也都可以收住的。然后就是分在相应的区域，都在一个楼层嘛，然后就是集中来照顾。你们长户险能够跟进来吧？长户险可以使用的，就是上海市本地的户口，然后60岁以上的都可以申请长户险，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相应来说就是享受长户险的这个补贴。就减免了。对的。那这个费用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们老年人的。老年人收费的话不高的，我们这边是收费标准是4000多，就是包含所有的费用。那么看病呢？看病的话，我们这里有一个内设的门诊，然后的话现在是有就是有那个医生、有护士，还有康复医生这一块的，然后药剂啊什么都有的，就是也可以开药。然后后期的话，现在在准备内设的一些检验科呀，包括就是挂水啊这一些，后续的话也会对外开放。都是拉医保的。对，都是走医保的，对。我看你们这里伙食不错哎。是的，我们这边厨师烧菜很好吃，然后的话，就是都会有那个菜单的话都是2个星期1轮的，然后都会定制一些标准的一些菜单，就是来针对这些老年人、残疾人的这一块的营养。刚才我采访了一个这个姓什么，他讲我这里最满意的，你这伙食非常好，就是非常符合老人的胃口。是的，就是比较清淡一些，少油少盐嘛。然后的话就是针对糖尿病病人的话，我们都是不放糖的。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就是比较年轻的那些有些智力障碍的那些那些病人哈。那么你们除了，因为他好动嘛，他可能白天他总是在蹦蹦跳跳的，是吧？那你们有没有什么组织他们活动一下怎么样的？有的，就是我们院的话，现在就是由我们办公室和护理部这边一起，就是每天早上的话都会带他们做一些就是健身操，广场舞之类的，每天早上跳半个小时。然后的话就是针对一些坐轮椅的，我们就是有一些手指操、手势舞这一块的。然后每天的话也是有差不多20分钟左右的锻炼时间。然后的话，日常的话就是会有一些爱心人士，包括上海大学的一些志愿者、学生啊，这些爱心人士都会过来院里做一些活动。那些人能够给他上文化课不啦？识字啊。从这个学习的方面嘛，我们之前也给他们做过这个辅导的，但是老师过来给他们上个课之后呢，发现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这些小朋友程度都是比较重一点，就没有办法这个学习能力完全是接受不了学习的，只能从就是说我们给他们做活动啊，搞活动，然后阿姨多在生活方面多给他们关注一点，让他们就是说有一个
生活下去的一个自理能力吧，只能这么说，他们好像是外面的世界跟他们有关系吧，没有关系，基本上就隔绝了。隔绝的，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基本上都是。你像这个智力残疾的，相对年纪轻的，接受的范围是仅限于上海的，还是周边的都收的？周边的也可以收，但是就是要有一个上海的一个担保人，就是来负责他一些日常的一些生活，然后包括一些慰问啊、一些关爱之类的。因为这一块残疾人的话，确实是很需要家庭的温暖、家庭的温暖和关爱。对，我们这边可以就是说收住年纪比较长一点的，然后程度比较重一点的老人，我们也是可以收住的。你们这份工作责任重大。是的。如果大家家里面有类似的需要的话，可以来我们这边参观一下。然后的话，我们这边也很愿意来为您照顾家里的这些残疾人。我们就聊到这里，好啊。好的。耽误你们的时间了啊。没有，谢谢老师。好，再见啊，再见啊。好